我终于知道我的椅子是在哪里来的了。车里面的椅子呢，跟我的椅子是非常接近的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字是黑色的啦，这个是 DC5 Type R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QCCS， 我是 Hiroshi。今天是要来拍一个安装油压表的一个 video， 但是现在先修理一点点的问题了。我的 Power Steering 的 hose 爆掉了，修好了之后就拍给你们看油压表安装 video， 就是这边了。看到吗？已经爆掉了。 今天的主角就是它了 ，Greedy DA Gauge Oil Press 油压侦查表，台湾的朋友送我的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有7个sensor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打开盒子了 ，Oil Press 表后面它是6个pin的。那时候我去台湾，他们跟我说6个pin呢就是正版货。盒子里面也有这个 sensor box、remote control 说明书咯，很多 sensor， 这个就是 oil press 的，装在 oil filter 那边的一个 adapter， 我也不懂是什么，应该类似是测量水温的，又是一个瓦牙。 哇，这个应该也是测量水温的吧？好像他有给我多给我背的，这个也是不懂是什么了。这个将会装在我的Daihatsu Charman上面，因为我不要再炸掉我的 conrod bearing 了啦。OK， 不啰嗦，等下我们就来拍一些精华画面给大家看吧。Let's do this。 当然，在他们安装的过程中呢，我也顺便介绍一下我的 sponsor 了，也就是复兴我每个月都介绍 sponsor 一次的承诺啦。Westlake 这个轮胎公司呢，它也会在即将的7月1号赞助我，希望他们再 sponsor 我多一点轮胎啦。BS Motorsport 也就是这家店，他们有售卖各种的避震器，也有卖一些 汽车改装品，我会放这家店的Google 的地址。接下来也不用我多讲了哈。AMSOIL The First in Synthetic Singapore Cars， 他们应该也是要在7月有举办一场Go Kart卡丁车比赛，我会放他的 Facebook link 在 description 下面。大家想知道更多卡丁车比赛呢，可以点击 Singapore Cars 的 Facebook。接下来 Lo Peng Chi 这位帅哥呢，应该目前还是单身，他需要一位女朋友。如果女生朋友喜欢 CRZ 又喜欢手牙呢，可以不妨考虑一下 Lo Peng Chi 的永汉小魔鬼。最后一次他跟我讲啦， 他要寄给我 Recon 的引擎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需要了。不过也是非常谢谢你那么关心我啦。我的赞助的 announcement 就到此啦。现在 meter 的安装进度应该完成了将近50%。 这个就是水温的 sensor， 非常期待等下安装了之后，那个 meter 会不会很难用呢？哈，等下装好了我再 show 给你们看。现在表已经 装好了啦，我们都在研究为什么这个表有一点奇怪的。你看现在啊，它是没有灯的哦，然后啊，它过不久不是它又会闪灯，一直闪，一直闪，一直闪啊！你看，一直闪，一直闪哦，你看又不见掉。我们再找个原因，然后这个 remote 呢？ 也是不怎么 sensitive 的感觉。你看，我已经按下去了哦，按下去了。
这个角度，要这个角度啊！你看这边没有东西 ，battery 哦有哦。所以要两个角度，两个角度，不怎么 sensitive 哦，不懂是不是电池没有电的关系啊？你看它又自己关掉了，你看它又自己关掉了，我这个是没有看的啊，我是没有剪片。所以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啦。现在是又开始闪了，然后下面又没有显示任何东西。Boss， 怎么办啊？喂，怎么办？喂，不要走！现在厉害，整个表刷掉了，敲东西也敲不到了。然后表的数据也看不到了，换不了。Help 吧 ，Help me！ 所以现在这个电板呢，它有3个 sensor 是没有用的啦 ，boost、turbo、fuel pressure 没有给到我们 exhaust 的温度，所以现在有的是 oil pressure 是机油的压力、机油的温度，还有这个是 water temperature 水温。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在车里面发动着引擎研究了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。现在那个表的状况就是你 start 车，它下面那个显示格呢是完全没有显示东西的，有显示也是很慢才跳出来。然后水温啊、油温啊那些全部都是0。如果把那锁匙 ignition on 不要发动车子，它就会显示。那些数据，水温、油温全部都会显示。其实我看他们也是弄得很累了啦，我就不管他先，我就叫他们全部跟我锁回去。我用了1个礼拜，如果真的是很不耐烦了，我再问回我台湾的那个朋友，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OK， 你看啊。temperature， 喂，你看，又好了。哎对，不是个问题。现在我们发现插头那边松，那边出问题了。我们决定不要用插头，我们直接把那个插头剪掉，用线直接焊，就是电线直接焊去电线，期待等下启动车子。不懂我拿到的这个是不是劣等货？感觉反应还比较慢哈，尤其是它下面那个数据表哈。直接 start。哎呀，会转。OK， the moment of truth。下面的数码都很慢哈，不过它这个感觉上比较有反应了啦。哦，看起来是可以了哦。
controller 按不到嘞。油压表他们主要是好像玩 drift 啊或者赛车啊，他们会知道它的油压，比如说会不会顺啊。好的油他们都特别高咯，配色越高是讲的它的油去到那边快嘛，越快嘛。所以油压越高越好。真正是要去怎样的话，我还不大明白。只是懂有的人讲换了油好不好，就是看你的一 start 早上一 start 的时候，它的油是上很高嘛。烧很高的话，是讲油好咯。然后它要maintain在好像你的油压是真正来讲，这个可能要做 engineer 的人，他们会去度，跟赛车的人他们会知道的油压是要到在多少，它的那个油压是在哪里。所以他们有时候这么会有的人会试油，哪一个比较好，油压在哪里这些，因为他们要 maintain 在那边嘛。所以油压多少是正常，很难讲啦。对，你在高转，在真正跑车的时候，油压是不可以少的。对，因为它低的话，你的油不会去到那边嘛。你一 start 车，你一累高转。可能到就比如啦，一去到一个5啦哈，然后你如果像我们拉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 ，pressure 不一定每次都在5嘛，它越来越高，会跌，不跌，一定会跌嘛，因为你用着那个油嘛，跌的时候啊，你不可以低到多好多，它每天在那个3油压在那边的话可能你在高转速的时候，它如果会跌到2到1这样的话，就是很危险哦。就要停了，因为它的油不会上面，可能不会跑到那一边的。特别这我们要去注意咯，油温太高，你的pressure也跌咯。油温我这个其实也是有啦，油温其实不可以超过多少。看车，有的车可能讲100就一样太高了，对，那么有的车这么有装oil cooler啊，给它冷却啊，或者有的车本来好像你的车4里的，他们底下的盘来换掉比较大，装多1个里的这样啊，因为每天它的油会跑到上面啊，这些东西一定有关系到油温 pressure 这2个一定有关系到的。好像有的油是好像50啊，就是耐热咯，它每天在那一边咯。好像你来 lap 的，一定要后尾要到50、60，比较厚一点，比较厚一点，因为它热的时候。它每天在它的那个pressure，不过有的赛车好像用到534也有，只是想看它的跑的程度时间是多好。像我这一辆 MU 的油温啊，你 suggest 我不要超过多少呢？最好不要超过100哦。我也不懂你的真正油温曾经上到多少，我也不懂。我现在才装，所以要看，而且真正是讲可能要上谷歌找一下看。真正的 4AGE 的油温是要到哪里？有的像turbo的话，可能就上到100是正常，100还正常。有的车是正常吗？不是我们讲多好就是多好，讲到哪里到哪里。有的可能它在100多，它的油好的话，它每天在那边，它的 pressure 还在会跑嘛。真正来讲，你会比较喜欢那种高转速，可能要用到50。冷车的时候轻咯，热车的时候你因为大多数都是在高转速嘛，高转速的话它油温就是比较高。50它比较浓，它会给到 engine oil press 比较高吗？会 maintain。好吧，我相信如果有谁也是跟我一样玩 4AGE 的，请留言 OK， 告诉我一下那个油 oil press 是多少啊，这些什么。所以因为我们也是在学习啦，有时候。小金有时候也是骗吃而已啦。所以这个表我用了2-3个礼拜，我再拍给你们看，分享一下。你看是不是有问题？你猜它没有什么反应的哦。那可能要用比较好一点的正版哦。不然的话再配哦。小金学坏了。终于过了10多天，现在我们就来拍一下我这个油压表的运作啦。现在是冷车，我们冷车来 start 车一下，非常的冷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我油压表的运作。它是比较快了啦。之前我刚买的刚装的时候它那个下面很慢才显示，现在就比较快一点了。我不懂为什么啦。你看它这个一 start 车，我的油压是
车子其实已经 warming up 了，我已经开了这个车差不多将近半小时了啦。现在我就把它开在路上，然后模拟一下平时开车这个油压表它的作动，它的动作啦。但是呢，我这个呢，我一踩油呢，它不会马上那个油压表不会马上提高，它还是会累啦，我觉得啦。你看我踩到油了啊，它还是会累，它不会马上第一时间反应，马上转，它直接从2跳到5。我不知道其他的油压表反应会不会这样子啦？踩完油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一集的影片的话 ，hit the like button and then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。我是许维生，我们下一集见。